在终极暴政之外。一个社会的终极暴政，并非源自戒严令的控制，而是对意识的操控。它对实相进行了定义，使人们甚至感觉不到身处牢笼之中。人们甚至意识不到，除了他们的世界，还有其他的存在。我们向你描述，在你被灌输的存在范围以外，还有什么？它是你偶尔进行探险和向往居住的地方，在社会界定的生活范围以外。你们被那些自以为拥有你们的人，从政府到世界管理团队，再到太空中的那些人，像绵羊一样圈养在围栏当中。你们认知的知识被频率控制所剥夺。你可以把频率看作个人调频和接收的波段，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调频进入那个站台，它播放着智慧的载波，频率的范围是无限的，所传播的智慧内容也是无限的。频率控制限制了你们可以调频进入的电台数。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你必须穿越混乱来锚定新的频率，把它们带进物质世界。长时间以来，地球上可获得的频率范围已经很小很小了。导致这些的众多原因，则亟待你去觉察、觉知。就像你了解到自己的过去，发现那些需要改变的无效行为模式时，你必须要去突破和改变。地球也有它自己的行为模式，你们将以最戏剧性的方式重复一个星球的历史。你们要改变并移除限制的频率，带来信息的频率。当你获知信息的时候，你就超越了处于恐惧中的需要。如果你感觉到无明和失控，这是因为你不能理解更大的愿景。你们都是来唤醒内在的一些东西的，在你们人类编码的 DNA 当中，你们正在响应它。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在生命当中上下求索。你和其他大多数人已经开始转变。当你在电磁层面转变自己时，你就改变了频率或者调频广播台。你最终将超越那些限制你的，用混乱和迷惑持续轰炸你的频率。最后，当你改变、携带并保持自己的频率时，你将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震动，并影响你周围的每个人。他们会感受到这个频率的变换，而这频率会像波浪一样传遍全球。当地球接受了你们辛苦获得的新频率时，那些位于多米诺骨牌尽头的人们也会接收到它。这个新的频率叫做知识、光，还有信息，叫做解脱束缚。你们正在脱离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变得明晰。你正在进入光。你们的使命是获知信息，并给地球带来频率的转变，所以你们必须学习成为频率的保持者。你们必须上升到某一知识领域，并稳定地保持在那里。你们必须能指挥自己的身体，以便随意让它进入平静或者行动的状态。你们必须能够走入内在，完成情绪和身体的疗愈。你们必须拨开自我的密林，找到林中空地，以便可以向其他人展示道路。有时，这并非通过直接告诉他们来展示道路，而是通过勇敢地保持自己的频率，活出自己的频率，和致力于自己的频率，
来去影响别人。作为系统的破坏者和潜在的频率保持者，你显然会进入最需要你的地方。许多光之家族的成员转世到美国，因为那里是能取得最大进展的地方，那里也是否定与拒绝无处不在的一个地方。你们自以为生活在自由的国度，勇敢的家园，然而这却是地球上最受控制的实验性社会。此处的暴政相当有趣，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暴政。作为一个国家和集体意识，美国尚未意识到某些东西不对劲。美国实际上比前苏联更加受到控制，因为前苏联的控制是体现在外在的。因为每个人都害怕放弃美国这个系统，因此他们必须将被迫放弃它。这个系统腐败不堪，它没有用，它并不尊重生命，也不尊重地球，这些是底线。如果有些生命不尊重生命和地球，它必将垮台，彻底垮台。意识必须改变，这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这个机会和方案不会失败。由于过度沉迷于物质世界，以及缺乏对你们周围非物质世界的理解，因此对于生活中孰轻孰重将会有一个重新排列。当人们在失去一切之后，他们才会站起来，而当他们拥有一切的时候，他们却从未想过站起来这回事儿。人们会觉醒，并会发现自我难以置信的潜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人们会开始知晓万物之间的连接性，并开始相互合作，以便你们停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分裂。这个分离是被设计好的。每当一个人被分离，他们就会专注于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或者给自己贴上不同的标签。这是一个阻止发现人们共同之处的完美伪装，它阻止人们联合起来，阻止人们变得强大。有许多政治策略进行着，尤其在美国，是故意设计来分离你们的。看看新时代运动，你看到新时代是如何被分离的吗？各种各样的说辞，阻止你们发现你们的共同之处。当人们发现这个的时候，他们会开始愤怒。当越来越多的控制和分裂被揭露时，怒火就会在美国燃起，将会发生一些事情。看似国家正在崩溃，然而他们是为了凝聚人心，一种新的自尊和新的完整感将会产生，因为这就是为这个时代而设计的。物质界是一个人人都与之相关的领域。美国的生活无非是你口袋里有多少钱，以及政府想从你口袋里拿走多少钱。赋税就会对美国产生最大的破坏，又会带来最大的统一。因为赋税是你们的共同之处，你们或许不崇拜同一个神，但你们都交税。一个更精明的举动是，中东石油危机允许政府得其所需，而不必费尽心思请求你们统一提高燃油税。你们能看出这是多么精明吗？随着一个又一个税收上涨，人们会开始审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个国家将燃起许多怒火，因为许多人感到无力。当人们了解一直进行的操控时，愤怒是首先爆发的情绪的其中之一，然后他们就会与自己的感觉取得连接。现代科技是频率控制的最大武器之一。你们为了娱乐和便利所购买的设备都参与了频率控制。我们强烈建议你扔掉电视机，它们是日常生活当中每天操控你们意识的主要工具。这个实验调控得非常细微，
通过播放电视节目来释放某种疾病，影响你们的潜意识。因此，整体的一代人正被电视杀死，在自杀的同时，还支持着社会医疗。有时会广播一些解放的信息，甚至是一个新时代的节目。然而，电视里也许在讲你要怎样提升，你拥有无限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你的潜意识却被一个阻止你进行原始思考的频率击中。这个潜意识使你保持稳定、固定，把你困在一个要生存、要成功、要准时、要沉默、要工作的社会里。电视也造成活力的缺乏，长时久坐和极度肥胖。看看你的周围，醒来吧，人类。大部分电视上播放的潜意识是通过与外星人合作开发的植入技术进行的。应用潜意识扰乱人类的意识，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程序。你们想想，那些有2台、3台或者4台电视机的房子，就必定会赞同这是个成功的市场营销方案。一些人知道电视节目的控制，以为自己是免疫的。然而，电视的影响非常普遍，不管你自称如何清醒，都无法抵消你们振动频率所受的影响。我们说过，有些存有依靠你们的情绪体来维持生活。思考一下，对他们来说，电视是一个多么巧妙的工具。全世界数十亿人看着电视，将情绪能量发送到大气层中。他们无需挑起战争来激怒你们，只需要拍一部电影就可以了。需要看电视的人没有接通他们的心智体，也没有通过他周围触手可及的环境来获得丰富的信息。事实上，如果你们真想进化，就不要读报纸，不要听收音机，也不要看电视。如果你能够一段时间不受媒体干扰，就能从各种混乱、焦虑、紧张、嘈杂、诱惑等等这些你不需要的频率当中脱离开来，你就开始变得清明。你们开始倾听内在，居住在这个世界，而不会迷失其中。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足够。电子产品也堵塞你们的频率，即使它们并不是专门设计来堵塞频率的，但有时候电子产品的频率和你们自己的频率之间并不相容。另外，我们说过，许多电子产品设计来产生静电噪音，以便你们总是停留在某一振动频率，把你们变成安全、无害、无活力而繁殖精力旺盛的牲畜。那么电脑呢？美国第2大主导硬件设备就是电脑。你们中有多少人依靠电脑工作，最终罹患头痛？尤其是大的公司，电脑要与大型主机相连，而大公司痴迷头脑控制。他们用你的头脑产生能量，来获得他们自己的东西。个人电脑没有如此大的威力和力量。20世纪90年代，一些非常秘密的新发明浮出了水面，因为它们无法获得可供销售的专利。有一整个基于物品交换为基础的地下市场，在其中某些发明得以交换。有一些技术可以抵消大多数频率控制，这些技术能够改变空气和水的质量，也能隔离你的住所。没有什么能够轰击你们。有些技术效果非凡，你们理解技术是如何用来对付你们的吗？它没有为你们服务。电视在本质上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它被误用了。技术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技术如何被应用，这就是差别。
教育系统是另一个控制你们的领域。你们被教导的很多东西都是胡说八道，你们努力工作、贷款、花钱学习一些过时的东西，尤其是在科学、数学、心理学和医疗探索等领域。生活在一个看重学历的社会，你们会干什么？你们要说，我相信自己可以规划我的世界，我不需要这些证书定义我的存在，我对自己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是独立自主的，想个办法，不需要学位证书就可以去探索世界。教育实际上是知识的追求，知识也可以来自于一次沙漠的行走。知识无需一定要从令人生厌的书本当中去获得，少量的学校教育是无害的，但不要以为一切所学都是正确的。此外，还可以通过打击你们情绪中心来对你们进行控制和分离。有时候你们看到看似无辜的受害者被飞来横祸击中，当然那是你们被灌输的思想，这个想法就是你们是无能为力的，上帝一时心情好你才能获救，但是从来没有应验过。事实上是那些遭受意外事故或者暴力的人选择了这种体验。堕胎、反堕胎问题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被美国政府的不同派系精心策划的，为了制造不和谐，通过分裂和征服就会获得民众，允许人民拥有选择权、自由以及持续改善生活的能力，你就无法拥有它们。每当人们互相反对时，当权者会获益，甚至到堕胎这种问题都是如此。他们如何获益？他们阻止妇女联合起来，阻止男人联合起来，让人们处于恐惧当中，通过不断地展示这些问题，他们使你相信女人无法控制身体分娩，你们不需要堕胎，如果你们不想，一开始就不需要怀孕。这需要怎么做？通过个人的意愿。一个女人可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时候要小孩，或者反之说，我想要一个小孩。当你们能够自我掌控时，你对自己的身体做什么，无需经过政府的批准。在大城市街头的暴力行为是另一个狡诈的控制手段。美国的大城市，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等，是能量筒或者能量孔洞。从这些地方能量进入北美大陆，在这些城市当中，暴力事件不断的增长，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骚乱持续产生和报道出来，就能成为操控整个国家的工具。在以太层的协助之下，这些事情被特意制造在物质层面发生，为了产生更大的恐惧，从而使当权者以之为食。当一位妇人同家人外出并遭到强暴，她年轻的儿子，一个看似无辜的受害者，与施暴者打斗，被刺伤，在假期当中意外身亡。这样的信息被传递出去，可以在人群当中制造重重的恐惧，这些恐惧情绪可以喂养许多人。中东战争引起的恐惧也是惊人的。你们的生命力被强暴，作为人类种族，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你们的情绪被强暴。其他人像玩弄乐器一样玩弄你们的情绪，从不让你知道你有掌控自己情绪的力量。整个故事总是归结到情绪上，情绪就像车票，把你们带到目的地，并接通不同的维度。你们难以置信的富有，只要你能认识到，通过体验情绪，你是多么富有。较低振动的存有，我们冒昧的这样去称呼它们，存在于非常小的情绪频率范围，那些是基于恐惧、混乱和暴力的情绪。使用人类意愿的能力是你们的终极资源。掌控地球的存有
不希望你掌握运用意志支配自己身体的能力。当你们更多人变得独立自主，能掌控自己的频率，那些反对新频率的人会带来一个相反的频率，他们会制造混乱、迷惑以及对立。通常，每当一个社会濒临巨大飞跃或者改变时，就会出现直接的对立活动。永远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待问题，以便保持中立，因为你的视野会越来越大。地球面临的是某些实体的主要对抗，我们仅仅是指出，我们不是来助长恐惧的，恐惧是其他团队想让你们感觉到的。我们想让你明白，你可以改变任何想改变的事情。在未来会有一个数字游戏，因为你们将会在一起合作，从而达成自我赋权。我们邀请人类恢复作为光之家族成员的完整功能，通过观想和给予光柱能量，并将它拉进体内，去做出这样的要求：每天意愿与光之防线一起运作，光频率能连接你，给予你保护和信息。感觉这道光柱进入脊椎的底部，沿身体而下，进入地球，并从太阳神经丛的位置喷出，形成一个围绕着你的金色光盾。当你运用太阳神经丛区域来进行分辨时，你会学习到经由感觉去进行辨别。地球所有者不想让人类了解，感觉和情绪像庄稼一样，例如小麦，是可以被收割的。如果你们掌管自己的收成，那么别人就不能利用你，除非你们同意别人这样做。当你可以完全自主地运作某个频率时，那些爱控制的存有就不会对你感兴趣，他们需要恐惧、混乱的频率来滋养自己。恐惧和混乱在地球上肆虐，因为这些存有从中捣乱，他们已经分裂和征服了每个地方来创造这种频率。而当你携带着信息，在和平与爱这个能量当中进行运作的时候，就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结构。你把频率的选择权带回到了地球。